经过大兵前面几期的讲解，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俄罗斯部分动员的情况，能不能成功暂且另说。今天呢，大兵想和各位讨论的是，俄军在如此被动的情况下，为何只是部分动员呢？难道不能直接进行总动员吗？是总动员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吗？别急，和大兵一步步往下看。大兵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除非乌克兰打到莫斯科去，不然俄罗斯进行不了，也不敢进行总动员。因为总动员的代价，俄罗斯承受不起。为什么大兵这样说呢？大家要知道啊，军事总动员本身的难度就极高，它意味着会让国民经济整体转向战时经济体系，并且实施战时的物资配给和交通管制，这势必造成经济体系实质上的崩溃。此外呢，还会宣布全国或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出动大量义务兵和预备役人员出国作战。一方面来说呢，一旦进行军事总动员，每位俄公民都将会深受影响，家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会上前线，从而放弃农业、工业和消费，让民众陷入赤贫状态，甚至是付出生命代价。这可不是俄罗斯所希望的，也不是俄罗斯所能承受的。而另一方面呢，从一战以来，军事总动员就意味着宣战，国家将会整体性的全力投入大规模战争。但是这样的事业呢，若是没有不可抗拒的理由，根本是不可能成功的。另外，可能很少有人意识到，二战中希特勒领导的德国最终走向失败，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迟迟无法进行军事总动员。二战期间的德国虽然统治着德国本土、荷兰、波兰东部、捷克以及奥地利等地，人口更是接近6600万，但是作为当时坐拥整个欧洲的霸主，德国的军火产量在1940到1943年远远落后于美国，与苏联和英国也有些差距。同时，德军兵力的补充速度也远弱于苏联。到了1942年后半年，在东线战场上，随着苏联全民动员和战时经济开始展现效果后，德军在多条战线上时常要面对是自己兵力3倍甚至是10倍的对手。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二战德国作为侵略者，战争大多是在德国国土之外进行的，德国高层很难让其民众进入全民动员和战时经济。大兵前面也说了，全民动员意味着随时上战场会失去生命，而战时经济则意味着苛刻的生产资料管制和产品配额，大部分经济主体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除非到了国家存亡关头，否则政府呢是无法迫使整个国家进入战时经济的。此外，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一个政府缺乏强有力的合法体制，只是仅仅依靠着领导者的威望的话，一旦国家陷入灾难的状态，政府赖以运行的威信就会瞬间消失。所以当时希特勒不敢进行动员，更不敢宣布进入战时经济，因为这意味着战争后的国内政治不可控。大兵上述说的这些情况，不正和现在俄罗斯的情况是类似吗？虽然俄罗斯截至目前还一直在宣称对乌克兰发起的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但是不论如何解释，这就是一场侵略战争。如果是保家卫国，大兵相信俄罗斯民众一定会积极响应征召，但是对外发起一场侵略战争，那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在这次部分动员发布不久呢，紧随而至的就是大量的反征兵抗议，甚至是为了逃避被动员，俄国内的一些处于征召范围内的男性开始想尽办法的逃离祖国，前往格鲁吉亚等邻国进行避难。其实在普京宣布动员的第2天，就有大量的俄民众收拾行李离开俄罗斯。近几日以来，已经有数万俄民众涌向了边境的拉尔斯检查站，造成了数十公里的交通拥堵。与之相比，乌克兰抗击侵略者的情绪呢是越发高涨，从这几次俄乌双方的征兵就能看得出来。这次呢，根据俄罗斯独立民调机构9月份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截止到今年8月，只有46%的受访者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该数据早期可是一度高达70%以上，支持率的下跌反映了俄民众不满的加剧，这便是保卫和侵略的差距。此外呢，假如总动员成功了，俄罗斯也绝对承受不了战争失败的后果。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俄罗斯过去200年的历史。1856年，俄国打输了克里米亚战争，结果就是沙皇不得不废除农奴制，他和立下贵族丧失了对土地和农奴的控制权。1905年，俄国是打输了日俄战争，结果就是俄国1905年革命，导致沙皇不得不成立国家杜马议会，并实施多党制，并将议会移交了手中的权力。
1917年，俄国打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是爆发了2月革命和10月革命，彻底终结了君主专制的统治。之后的1989年，打输了阿富汗战争，结果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于经历了残酷车臣战争的普京来说，他极为清楚，其前任叶利钦就是因为由于打输了第一次车臣战争，从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那么一旦总动员后还是没能取得胜利，俄罗斯和普京将再次面临如苏联解体和叶利钦那样的危机。要知道，目前的俄罗斯是联邦制国家，是由85个联邦近200个民族组成的，完全可能爆发苏联时期的危机。更别说这次只是部分动员，俄罗斯国内就有着这么高涨的反战情绪了。那么仅仅是这些就令俄罗斯不敢发动总动员吗？更深一层的是俄罗斯问题频发的军役制度。在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中，里面包含了义务兵，也有合同兵及职业军人。根据俄法律的规定，年龄在18到27岁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期间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入伍者可以免除兵役，而因入校求学者则是能延期入伍。这就是俄军中义务兵的主要来源。按照俄罗斯2008年的规定，这些义务兵的服役期限是只有1年。之后，合同兵的扩张则是源于1993年签署的《兵役义务与服役法》。该法案为俄罗斯确定了合同兵和义务兵共存的混合兵员补充制度。后来，随着2000年普京上台，又将扩张合同兵的规模定为俄军现代化军事改革的重要内容。在2001年11月29号，俄总参谋部总组织动员局向外宣布，将会在8到10年的时间内完成由义务兵制向合同制的转变。根据俄国防部长绍伊古2022年初在俄罗斯国防部扩大部务会上做的报告时的说法，在2021年，俄军的合同兵数量已经是义务兵的2倍了。但是要大兵看来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乐观。从以义务兵为主体转为职业兵为主体，对俄军来说呢，不仅是现代化改革必走的道路，也是义务兵制度无法继续后无奈的选择。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青年呢就普遍不想承担义务兵役，仅是1999年就超过4.4万人逃避应征入伍。在普京上台之后呢，现象更是愈发严重。2008年秋季征兵，有108万青年参加体检，其中34万人的诊断结果是患有疾病，要延迟服役。这种比例很显然是不正常的。随后的2010年春季征兵，也有着19.86万起的逃避应征事件。夏季征兵上升为21万起，紧接着2011年同样如此。根据相关统计显示，有高达30%的适龄应征青年因健康原因无法服兵役。造成俄青年不想服兵役的主要原因，便是军队生涯对他们的人生基本没有正面价值。例如2000年的一项针对俄青年的调查中，高达45.8%的人对服兵役感到恐惧，认为军队是极为混乱的存在。此外，还有21.7%认为军队环境对个人的发展具有破坏性影响，并且有14.2%的人认为服兵役没有前途，当兵也没有社会地位。另一个造成俄青年不想入伍的原因呢，就是俄军中普遍存在的虐待行为。在2000年的调查中显示，有44.6%的俄青年认为虐待行为是入伍的主要威胁。为了避免服兵役，很多俄青年会躲避接收兵役局的体检通知书，或者是利用法律漏洞，花费大笔钱财获取免服兵役的资格，甚至是直接出国。由于逃避服兵役的人数太多，造成了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俄自由民主党议员甚至还在2010年向国家杜马提交了一项草案，要实施公开赎买制度，也就是只要俄青年向俄罗斯国防部专门账号汇入100万卢布，就能够获得免服兵役的资格。虽然该提案之后呢并未通过，但也侧面显示出俄国青年不愿意服兵役已经成为极为严重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近20多年以来，俄罗斯为提升自家的军事实力，已经把军队建设的重点放在了合同兵的扩张上。2008年规定的俄青年仅需服义务兵役1年，就显示出俄军不再将义务兵当作主要战斗力。当时的俄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甚至想要通过增加合同兵、裁撤义务兵，将俄军改造成以职业军人为主体、更具战斗力的部队。这些职业军人能够在军队中服役10到15年之久，比之只在军队中服役2年甚至1年的义务兵，
职业军人的训练程度与作战能力都要高得多。另外，目前以职业军人代替义务兵作为军队主体，已经是军队现代化改革的常态。谢尔久科夫的改革方向是对的，但是这却会加重俄罗斯的财政负担。以2011年12月的军人薪金保障办法为例，合同兵中薪资最低的列兵每月工资则是33706卢布，以目前换算是574美元。这薪水水平不能说是很高，但也是当时义务兵工资的好几倍。至于这次对乌的部分动员，克里姆林宫给出的极高的条件和优厚的待遇，所有参战的士兵都能得到同等于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老战士的待遇，拥有终身福利年金，可以免费分房，战伤的话会有联邦各州的补贴，牺牲的话补贴会更多，虽然到时自己已经用不了了。因此一旦动员起来，前线的俄军将会膨胀好几倍，最起码的其福利年金和分房就会提高好几倍。以俄罗斯目前的财政情况来看，还真不好说能不能承受得住。后来随着2012年谢尔久科夫因丑闻解职后，绍伊古开始担任俄罗斯国防部长。基于国内经济实力不足这一情况，不得不继续实行混合兵役制。虽说在2015年声称已经将合同兵规模扩张至35万人，但俄军总体上依然是义务兵和合同兵混合的状态。其实自从俄乌战争开始后，一直有媒体爆出俄军参战部队中存在义务兵，这也显示出俄军现代化改革的不成功，暴露了俄军职业兵的数量不足。这次普京宣布的部分动员令也是试图应对这一困境。事实上，在今年的6、7月份，俄罗斯便开始将征兵传票寄给那些以前的退伍军人，想要动员他们再次入伍成为合同兵，从而补充军队的数量。而且在今年征召义务兵时，以往能够过关的规避手段，例如在校学生、疾病证明等，也多不被承认。这么多现象都显示出俄军因改革无力完成，从而导致职业兵的规模严重不足，兵力上面临着捉襟见肘的困境。那么除了上述2个因素外，还有什么是俄罗斯不发动总动员的原因吗？有，那就是俄罗斯目前的需求。对于现今的俄罗斯而言，本次动员的目的主要有3个方面。其一呢，是应对紧迫的军事危机。在乌克兰战场1000公里的战线上，俄军早就由兵力不足全面转入战略防御，特别是在东段的顿巴斯地区遭受了重大挫折，中段的扎波罗热和西端的赫尔松也是岌岌可危。因为俄军可以出国作战的合同兵早已经枯竭，而义务兵呢又受限于兵役，无法大规模出国作战，所以急需将部分预备役人员动员起来，随后以合同兵的形式派遣到乌克兰前线。其二就是因为俄罗斯举行的公投入俄，相当于是亮明了俄罗斯对这场战争的底牌，而俄军呢也明白这势必会让乌军加大进攻力度。这次的部分的军事动员也是在为下一步的冲突做准备。目前随着乌军的一系列的猛烈反攻，俄军呢是早已经失去了在战场上的局部主动权，处于一个相对劣势的位置。随着微妙的平衡打破，俄军想要再次获得胜利，就必须让天平维持平衡，甚至倾向自己。在这前段时间，俄军连续多日导弹打击乌南部的水利设施中就能看得出来。总结来说呢，俄罗斯不可能发动总动员，最大程度呢也只是进一步的部分动员，不然国内的反战情绪必然会持续高涨。